你以为的改造现场。实际上的改造现场。这个螺丝头那么大，卡住所有东西，还要重新再换。买的？为什么？新年好！我是你们的叻叻豬包工頭艾瑪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，3年到來！大家最喜歡的出租屋改造來啦！這次招募收到的報名表裡面呢，我們發現出租屋真的有好多千奇百怪的問題哦，牆面老化發霉，昏暗無光，沒有收納空間。最終我們選到了這個集多個問題於一身的小單間，小小的18平米，不僅要住2個人，竟然還要放4張床，基本上呢就把地方占滿了。Hello， 我們來看一下哦，有一個鏡子，但照不到全身的鏡子。對，就是我平時的話沒有那種化妝的地方嘛，然後我就是一般坐在這裡，然後拿我的化妝筆對着這個光，這樣子化妝。這個床就是放我們的一些雜物。然後我們是有個這個折疊桌，這個主要買回來就是餐桌的功能嗎？不是，就是我們偶爾會打麻將嘛，然後這個其實這是麻將桌，對，它其實是一個麻將桌，然後它可以用來吃飯，其實坐在這裡的話，它高度剛剛好。那這一邊廚房，它有點壞了。預算方面呢？預算3000左右吧。老吳呢？这个都是他一直在那个的，是比较被动的。他是希望2000塊錢。我總結一下你們的需求。他的問題是之前有一個鐵架的床在這裡，雖然它可以放東西，但是它本來不是設計放東西的，所以其實空間的話利用上面是差一點的。希望有一個可以放一些化妝品，然後也可以臨時辦公的地方。你覺得剛剛提到的那麼多需求裡面，老吳你覺得最重要是什麼？没有。生活怎麼可以這麼湊合呢？這可不行。接下來就讓我們把這裡變成溫馨小家吧 ，Let's go！ 房子還有現有的家具呢，限制都很大，但是只能花2-3千塊錢去裝修，的確很棘手。我扣扣豬只能出動就地取材，廢物利用大法了。屋主的鐵架床不捨得扔，賣掉又不值錢，放着擱雜物吧，空間利用率又非常的低。衣櫃很小，僅僅是老吳的衣服都已經放不下了，導致後面搬進來的小杰的衣服呢，只能堆在沙發上。這個衣櫃無論怎麼改造，都不可能拓展收納空間了，還不如還給房東。看來房東也嫌棄這個舊衣櫃啊，但是扔掉又怪可惜的。對了，小杰缺一個收裝台，還有臨時電腦桌，要不要利用利用？還有這個鐵架床不一定是個床吧，不如將它改造成集衣櫃、儲物、休閒於一體的多功能空間。改造舊家具之前，先把老化的牆面翻新。房東人很好，直接找了師傅上門刷漆，但是瓷磚部分呢不允許改動，所以只刷了上部分的乳膠漆牆面。刷漆師傅很有性格，死都不願意遮蔽，因為他是房東請的師傅，不聽勸我們也拿他沒辦法，只能擼起袖子自己上。貼遮蔽這一步絕對不能省，但是百密一疏，我們還是忘記了將燈管包好。師傅最後還是將油漆滴到電線裡面了，燈管短路壞掉了。再次強調，找個靠譜的師傅實在太重要啦。房間的門是這種典型的城中村金屬門，冷冰冰的倉庫感太強了。刷個暖白色水性金屬漆吧，瞬間溫暖了不少。
床现在摆放的位置里面呢，有一个柱子的宽度被浪费了。空间已经这么小了，当然要全部利用起来。把床换一个方向，利用上了窗边的空间，左右两边也可以多摆放一些收纳物品啦。如果使用后觉得窗下会比较刺眼的话，后面加一个窗帘就好啦。铁架床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用来储物，但是呢，要好好规划一下。我们清点了原本的杂物，决定将上层改成不常用杂物的储物间，下层做成衣帽间，还有床头休闲区。扶梯原本的位置在床头旁边，使用很不方便。其实它是可以拧螺丝卸掉的，在床尾钻几个螺丝孔就可以轻松移位啦。底层的铁杆最好还是切掉，这样衣帽间的空间才更方便好用哦。市面上有这种拧螺丝固定的挂钩，最好还是不要用了，因为，哎呦，完全没有承受能力啊！因为上层床板不是实木的，质量又很渣，无法承重，所以还是要想其他办法。其实这个铁架床最稳的当然是铁架啦，所以我又去买了2根粗麻绳，用可伸缩的活结绑住在某宝定制的木棍上 ，DIY 挂衣杆。这样不仅可以 hold 住满满的衣服，又好看又便宜，之后还可以灵活调整高度哦。上层空间的杂物就赤果果的放着，好丑啊！但是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堆箱子，然后用布盖住，在空间内很突兀，也显得很乱。所以我们用上了宿舍小仙女专用的床帘，给这个杂物间遮遮丑。以后即使撤掉杂物间，还可以用来当蚊帐哦。衣柜和储物搞定了，那之前的旧衣柜就闲置了出来，放着没有用，扔掉又有点可惜，干脆改造成梳妆台吧。女孩子当然要有自己专属变美的区域啦，给屋主一个惊喜，新的一年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化妆了。破坏了，没办法了。太久没有做木工活了，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原具，却发现倒柜卡纸不见了，肯定是搬家的时候弄丢了。不怕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算好原具锯片离原具边缘的距离长度，拿一块边缘很直的长板子作为尺子，固定在要切的木板上。网泥会过热。安装之前先拼在一起，检查一下尺寸呢是否准确哦。因为原本的抽屉尺寸比现在要大，所以需要将抽屉每一个板子和轨道都切割一下。本来的把手有点丑，那我们拆掉之后呢，就需要用木屑填补一下空缺。滴上502，一下子木屑就变得比木板还要硬了。最后打磨平整就补好啦。它就是很烂的板子嘛，不是很优质的实木。如果你直接钻这一个螺丝进去，有可能它会爆开。那我们就要先钻一个小孔，再钻螺丝。原本的木板不仅老化，而且很丑，贴上好看的贴纸吧。哇，双面板第一次贴。等等，我好像记得。今年都别想让我再贴贴纸了，我跟你说。算了，就当做是新年的第一次贴纸吧。很完美哎！哇哦，第一次贴双面板成功。龙棒棒棒棒，龙。因为抽屉的宽度不够，所以在中间用木板填充一下。
装的抽屉轨道一高一低，差了一点点，所以要重新拆了再装。忘记估算贴纸还有角码的厚度了，所以面板加上角码以后，比原来尺寸宽了一点，需要重新切割。柜门我们选了这种下翻式的液压杆，不仅静音，而且不怕用力开关门。旧衣柜的镜子太薄太脆了，非常的难切。这个镜子多好看！你看，太完美了，要哭。镜子设计成了可以移动的，可以直接放在桌面上。这个大面板翻下来就可以当做化妆桌面啦。哇，好好看啊！留下了。为了省空间，这次设计的上墙折叠多功能梳妆柜改造起来居然这么复杂。说真的，过程中我好想捶自己，但是咬咬牙不放弃，坚持下来，最终将它完成，真的让我们很有成就感。这一切就是2个字：值得。旧房子有很多地方都损坏了，但是因为是出租屋，而且预算非常的有限，所以简单进行修补，尽可能的延长使用寿命。我们做了好多的功课，发现修铝合金门框只需要用到角码加固就行啦。之前房间太暗了，而且房梁和铁架床都会挡到一部分的光源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中间增加一个顶灯作为主光源。衣橱区有点暗，我们沿着铁架床边顶部加一圈灯带吧。窗框的贴纸，屋主说怎么都清除不掉了，用了铲刀和小柚子都不行。这个是不是上面有个膜？之前别人贴的，后来我撕掉了。其实是操作方式不对。贴纸的表面呢有一层表面保护膜，还有打印纸。这表层呢是需要先撕掉的，才可以清除残胶，否则小柚子的渗透不进去，怎么进行分解作用呢？如果老化得很严重的贴纸用铲刀都铲不掉的话，就可以在边缘用指甲抠出一点点边，然后撕掉。完了喷上小柚子静置10分钟，再用百洁布用力擦就可以去除啦。窗户居然擦这么干净啊！我也觉得很惊讶。之前以为窗户上有层膜，结果是好厚的尘。应该是层。好厚哎！哇，也很厚哦。不过喷上小柚子，再搭配百洁布，轻轻松松就擦掉了。小柚子 YYDS。之前是挂的镜子那么高，所以呢照不到全身，挂矮一点就行啦，不需要换镜子的。原本的沙发是一张单人床，宽度有点宽，坐上去又没有靠背，所以我们用硬海绵做了2块靠背。我们利用铁架床下铺的其他空间，增加了一个抽屉柜和1排大的收纳盒，常用的衣物挂在横杆上，剩下有9个大盒子，也足够放下10几件的厚衣服和200多件正常厚度的不常穿的衣物啦。床头区域呢，可以增添一张可移动的小桌子，既可以办公，也可以作为床头柜使用。
屋主到家的时间比原计划早了，还没有弄完就回来了。好温馨啊！哎，你看他的眼睛。哦，这两个眼睛。我喜欢这沙发巾的颜色，很好看哎。对，你看你的鞋。哇，我的鞋就2双。你没有鞋。我就2双。不用扶，不用扶。对，有个镜子，镜子可以拿出来。这样刚刚好哎。下面就是叠放的衣服都可以放在这里，到时候你们觉得还可以增加的话，就在这一边往上再增加一层就行。我发现这里可以坐在这里冥想，就是看书。那收纳日常物品的任务就交给他们啦。我进门第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特别温馨，就是比起以前有点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，就有一种反差。梳妆台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惊喜的，因为它小小的在那边，但是它还有功能非常齐全吧，然后就弥补了我之前的一个心愿。改造后还是有一点心动。对，人家可弄可不弄。可以不说吗？这个就是打和平精英认识的，然后异地恋4、5个月，然后见面的。我经常带我朋友跟他一起打游戏，然后我朋友就是经常说我的时候，或者拿我开玩笑的时候，他会帮我说话，就是会向着我的那种，所以就比较心动。然后其实除了打游戏，就是在真正接触他这个人之后，然后就发现他人特别好吧，就是特别善良。女孩子还是不是都是像我这么幸运的？大家不要学。看你对他的了解程度，如果不是很多的话，你就还是不要莽撞的去见他。那我觉得我还有一点点冲动的。旅行，对吧？对，我特别想要去滑雪，我们2个都特别想要去滑雪，因为我是广东人，所以我都没有看过雪。祝大家2022的时候可以做成自己的事情，有一颗坚定的心，未来也可以顺顺利利。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都好，大家记得1键3连哟。这是一对恋人勇敢追爱的故事，那你呢？有没有过什么勇敢的瞬间？在评论和弹幕和我们聊聊吧。能做好了，实在太棒了！新年快乐，如意吉祥，學業進步，身體健康，財源廣進，龍馬精神，虎虎生威。這個還要用的。